男嘉宾小刘24岁，是一名钢琴师，来自山东；女嘉宾小文25岁，是一名公司职员，同样来自山东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学什么的呀？学钢琴。学了多少年钢琴啊10年了吧。10年钢琴，现在做什么职业啊？在家带小朋友，当老师。你们俩认识多少年啊？认识的话，应该是从2015年5月份认识的，那时候只是认识。啊，认识。什么时候变成男女朋友了呀？2个月吧。女生学什么的呀？我是学音乐的。现在做什么呀？干那个保险。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小片里说他打你啊？嗯。为什么打人啊，姑娘？他太气人了，没有办法。他怎么气你啊？他有的时候太娘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娘是什么意思？就做事太不爷们儿了。其实，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吧，我一直就觉得自己生活在他的压迫之下，动不动就让我写检查，我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。那我让你写检查是为了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你犯错误了吗？我们俩在一起，我就和个爷们儿似的，那么包容你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还不乐意了。和他在一起，他特别爱臭美。我们俩上街，他就一个劲儿的化妆，化不到1个小时根本就不出门。那你出门不得在意形象？洗把脸护肤品，你想想，水前精华水、基底液、精华、乳液、面霜，那不都花时间吗？啊，你出门不得挑身好看的衣服吗？不得推个发型，那不才能出门吗？那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我觉得1个小时已经快了很多了。那你比一个女人还能会打扮？好不容易要出趟门了，他还问我这样行不行，那样行不行？出门了之后就在那拍照，还嘟嘴卖萌的。我好不容易找个工作，我说要陪我去，给我加油打气。他又在那家里就是说啊，我到底穿白色衣服还是穿粉色衣服呀？然后就磨磨唧唧的。我说那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他还不愿意，之后导致我去了那里，人家那面试已经结束了，根本就不要我了。那你就让我写800字检查啊！最可气的是他还让我得一个字不漏的给他大声的读出来。但是可是因为他后来都找着工作了，比这个还好呢。真是每天出门1个多小时臭美啊！现在快了。现在多长时间啊？差不多能半个小时40分钟的吧。好不容易寻思刚找了个工作，寻思请人大家吃个饭治好。现在人家那个女老板坐那旁边就开始说：“哎，你的脸真黄，你应该多做面膜，多补水。来，我教你个瘦脸操吧。”就在那就教人家瘦脸操，我当时特别尴尬。那我觉得你老板娘当时挺喜欢我的，跟我聊得挺开心的。你太敏感了。你觉得谁都喜欢你，我爸妈也喜欢你，我老板也喜欢你，谁都喜欢你是吗？我就觉得你爸妈挺喜欢我的，要不然那去年夏天还能一起吃饭吗？啊，吃饭好，在那半天给我爸妈讲什么美容时尚，吃差不多的时候，他说要上趟洗手间，去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回来。我爸说我去看看他干什么呢？一去厕所，好嘛，那在补妆呢。我那哪是补妆呀，我就抹了个隔离。那你想想，不得隔离不得4个小时抹一次吗？那在饭店里面，那空气那么不好，那我万一我脸坏了怎么办呀？还有干家务活嘛，我们俩在一起干家务活，他从来都是让我干，什么都让我干，面粉都是我来扛。你扛过面呀？扛过，我连水都扛过，就那种大桶水嘛。我们家那没有水了，人家都是男的去扛，我倒好，我连滚带扛的。哦，不容易哈。对呀，然后有一次我拧衣服嘛，我说那衣服拧不了，你帮帮我呗。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我也没有劲儿啊。那我是弹钢琴的，我的手多金贵啊！你想，你整天让我在那儿拧啊这个扛那个的，那我手能受得了吗？你说我要是手受伤了怎么办啊？那你的手就是手是吗？那我就活该吃苦受累呗。还有一次，他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小水泡，非说自己怎么着了，然后请3天假要去医院，跑了2个医院，挂2个门诊。我觉得他实在太矫情了。我刚开始不也是不在意吗？本来就是一个小水泡，可是过了2天吧，它反而没好，它就成了一片的那种在耳朵后面。我一摸还有时候就有点那种水，就是有脓的感觉。那肯定我就害怕了呀，我就去。我为啥请3天假？我第1天去，我寻思这万一是大病是吧？我就去挂个专家号吧。挂了个专家号，只能挂第2天早上，挂第2天早上去吧。哎，结果一去，
那专家也太不负责了。看了一眼就说没事儿，皮炎，说抹药就好了。我这想着你也不给我那个验个血，也不给我体个检，张嘴就来这个病，那这个专家费也太好挣了吧？非要医生说你得了个绝症你才开心对吗？我当时就网上查了，我这个病最严重就有可能是红斑狼疮，我还怕死呢，我这不是爱惜一下自己吗？我就有时候觉得他活得太娇贵，有时候还像大娘们儿一样斤斤计较。有一次我那个收拾屋子嘛，发现他一个小本本，打开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一下看的真的好惊讶呀！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让他写的检查呀？哪一天让他跪的指甲本啊？全是这些东西。我当时感觉这我的黑历史啊！你不是在黑我吗？那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都看了那个本了，也不觉得羞愧咱俩好，从好到现在吧，我一直啥事都是顺着你，依着你，你可倒好，变本加厉的。本来还是就是只写个检查，做个俯卧撑的，后来你动手都打我。我知道我动手打你是我的不对，但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什么打你呢？那不还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吃大排档，然后隔壁桌吵架了，然后之后到后边直接动手了。当时我特别害怕，我寻思那你看旁边人那些别的桌，隔壁邻桌人都跑了，我寻思我拉他一块跑吧。我回头人不见了，躲远远的呢。那能怨我吗？那种情况下谁不害怕呀？你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上来就打我，打架的人都懵了。你身为一个大男人，你平常那不爷们儿也就算了，那你现在这种时候你不应该挺身而出吗？干嘛去了？直接把我这一个人扔那走了是吗？反正你打人就是不对，就这次就是特别严重，他私底下把我钢琴给我卖了。我那是给你卖钢琴吗？那不就给你买了个新的吗？你都不知道那台钢琴对我有多重要，那就跟我家人一样，那就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，你就给我私底下卖了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自己做决定了。你那个脚踏板都坏成那样了，都烂了，我寻思能让你哄你开心呢。我就觉得那个旧钢琴放那儿我都开心，它当个桌子使我都乐意。反正总之，这2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他说啥就是啥，他让我往东，我不敢往西的，就为了我的钢琴，我要跟他分手。如上所说的，全是你们曾经发生过的。对，夸大没夸大？没夸大。怎么熬过来的？你告诉我。我就是觉得，两人在一起嘛，就总得有一方那个学会去承受所有的。你是打小就不干那些家务活吗？算是吧。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做呢？他一个男人，我想让他做，他做不了，我怎么办？那他怎么活过来的呢？我哪知道他怎么活的？他应该让他是妈宝。那这么一个男人，你还跟他在一起干嘛呢？我当时觉得他挺好的。他哪儿好了呢？就我俩性格。按你的描述啊，这个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就算了，这大概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。有一些人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不行。但是他有承担呀，他有担当啊。你描述的这人连担当都没有啊，你干嘛还要跟他呀？就平常我们俩就兴趣爱好也是一样的，然后对我也挺好的，也能忍我脾气。其实我脾气说实话真不好。你理解说他是容忍和包容你的是吗？那你干嘛打他呢？上来脾气忍不住了。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啊？他说他想来的嘛，然后我就来呗。我就想跟他分手，他不同意。我为啥要分手啊？我都没怎么样，你为啥跟我说分手啊？那我就觉得过不下去了。你连钢琴都能给我卖了，你还什么事干不出来？确定是来分手的哈？是来分手的，不是让他调整的哈？不是。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确定你的那个职业不是化妆师，而是钢琴师是吗？不是化妆师。那你为什么对化妆这些东西这么感兴趣呢？可能是当时，考艺术嘛，艺术生从小的时候经常要上台演出嘛，包括你像中考、高考的时候都需要化妆，我就觉得，自己画的话能省一部分，经常就是自己画，后来就慢慢习惯了。你自己觉得，就是你心中，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保护自己女朋友，然后有担当。好，你先把你的手放开。别背后面，放两边，对，好好站好了。我看你特别扭，你知道吗？你站得比这姑娘还要像姑娘。你们两个人连吵架吵的都这么平淡，这么平静，可想而知你们两个人这日子过得得
多平淡如水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知道是图什么呢？女孩，你当时接受他的时候，你看上他哪点了？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。其实我觉得他脸还是挺中看一点点的。哦，就帅是吧？对。所以他今天要分手，你不同意？我觉得我付出这么多，凭什么他说分手呀？我觉得不服气。你说出来了，不是因为爱而不分手，而是因为不甘心而不分手。对。所以这样再继续下去，你们两个人互相折磨有意义吗？你们两个人不合适，三观都不一致。三观不一致的人在一起只是耗时间，消耗彼此的这种精力。再加上我觉得男生啊，可能是从小跟身边的生活环境有关系，你让他一时改成有责任有担当的，能够帮你扛得起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能帮你搬煤气罐搬水的这样的一个男人是不可能的。对于他来说，可能他之后也是这样要文文弱弱的生活，然后呢也是要特别的惜命，要好好的捯饬自己。所以对你来说，你跟他在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妈妈式的人物，管教不听我打骂，不听写检查，大声念出来。所以你们这个不是恋爱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妈妈对儿子的一种栽培培养。所以如果不合适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在一起再折磨对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小伙子，你需要一个女人在你身边吗？肯定需要啊。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个能照顾我的。你对女人的需求就是照顾你，你能为她做什么？姑娘，你需要一个男人在身边吗？当然需要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给你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就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，他能给我撑伞的，然后可以接我下班的。就算如果真的让我扛水，我也愿意。最起码你能帮我像一个男人一样给我扛着很多那种感觉。你知道你需要什么？从一开始他就不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对。那你找他干嘛？当时我没想到，我寻思我前面这样就这样吧，没想到后边这时间长了，他已经成习惯了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那个遮风挡雨的男人。你找他是因为时间很无聊，需要身边有个人让你去唠叨吗？也需要一个男朋友吗？当时想的是，需要和爱其实是两件事。我刚才问你们需要什么，你们连需要的是什么，男孩不知道，女孩很清楚。但你知道那不是你爱的。爱和需要是两件事，爱是一种付出，需要是一种索取。所以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你们是什么关系。然后今天看来，你们这2年的相处无非是一场闹剧，彼此谁都不懂谁。女孩子这个男孩根本就不是你的菜，你跟他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希望你们能各自寻找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啊，你们俩正合了一句生活当中的话，就是闲的闲死，累的累死。闲的之所以闲，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所以偷奸夺揽；累的之所以累死，是因为喜欢逞强好胜，所以大包大揽。其实男生喜欢化妆本身活得细致一点倒没什么事儿，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太在乎自己了。一个人太在乎自己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就不会在乎身边的人，就太自私。你喜欢大包大揽吗？索性我就什么都不干，灯泡你去画，饭来你来做，水你去扛，我索性就不做。这不像是一个爱情生活当中一个人的姿态，我们说是一个男人的姿态，不是一个人的姿态。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恋爱，总是要各自分担一些吧。你什么都不分担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力气活你不干，细腻的事你也不干，你只会写检讨。那你说你谈恋爱干什么呢？你就自己跟化妆品自己过就可以了。如果你非要把自己整天打扮得像一个非常细致的花朵、石头、花瓶，那你摆在橱窗里就可以了。你是不需要谈恋爱的。你每次都逼他写保证书，
像这样的形式已经成为他偷懒的一种主要方式，因为他知道我只要写了检讨，我该不做还不做，我该偷懒的我还偷懒，我该逃避责任的还逃避责任，所以你的那种所谓的保证书成为他堂而皇之的逃避责任的借口。而你表面上赢得了气势，可以揍他，可以让他写检讨，可以训斥他，但实际上承担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在做。我想你应该很久没有享受过被照顾的滋味了吧？你觉得你可怜吗？你说如果你的男人是一个强壮的男人，你可以躲在他身边，依偎在他身边，享受宠爱。如果他是一个细腻的男人，他可以在生活当中细致的照顾你，但你哪种享受你也没有啊，你这叫谈恋爱吗？所以说，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，两个人只有一个人付出，一个人享受，那不叫恋爱。阴盛阳衰的家庭多了去了，有很多男人他就像个女人，有很多女人就像一个男人，但是他们各自承担着粗糙又或者是细腻的角色，但是你不可能什么角色都你一个人承担。如果一方没有付出，整天就非常自私的抹抹这儿抹抹那儿，把自己打扮得像幅油画一样，那你太自私了。能不能不活得那么细腻，太在乎自己，别人就活该，都应该他做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找任何一个女人你也谈不了恋爱。如果你一直这么逞强好胜，你找一个再怎么样的男人，即便是一个非常阳刚的男人，最后也会被你宠成孩子。所以你们俩做好自己各自应该做的角色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考虑我，然后都是自己做决定。我就觉得，自从你把我钢琴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，我们两个可能就已经不可能有未来了，因为你实在是不懂那台钢琴对我有多么重要，在我心目中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分开的好吧。我听老师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感觉我们两个爱情根本就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坚定。我感觉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却永远都觉得这是都是我应该做的，都是对的。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居然说分手，你居然跟我说分手。既然就这样了，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那咱俩我也真不知道说什么，但就这样考虑考虑吧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啊。来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。